浙江苍南爆发大暴雨，浙江的朋友们以为台风走了就消停了吗？没想到大暴雨一场接一场的来。今天一大早，浙南这边直接被暴雨打了个措手不及，苍南县直接拉响暴雨红色预警，这是暴雨预警里面最高等级。从早上6点到9点，短短3个小时，雨下的有多夸张？哎呀！哎呦呦呦呦呦！我的天啊！没想到吧？这我也没想到。哎呦！咦，我的老天爷啊！这咋又淹了？这是水刚抽完，这又一波。周口市西华县的。我后边还有大量的那个玉米地的受损情况更严重，里边泡水泡的根本我都无法进去。江浙沪3连击来了，18号台风沙德尔正式生成，预计最高风力17级，最新路径或直指江浙沪。副高继续硬扛着不撤，沙德尔就会一路往西朝华东沿海靠过来。现在算下来，沙德尔有将近1半的几率可能会直奔华东，听着还没过半，但在台风路径预报里，这个数已经高得让人睡不着了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热点最前线，我是小坤。8月20号，中国多地仍然笼罩在大范围的暴雨之中。昨天我们才报道了15省暴雨，没想到今天新的灾情又出现了。19号，青海刚刚发生5.6级地震，到了20号上午，河南又突然来了一场地震。然而就在地震发生的同时，前几天刚刚被暴雨洪水狠狠收拾过的河南，又迎来新一轮的暴雨。另一边，浙江温州、苍南同样被暴雨困住。可是，真正让人担心的还在后面，因为此时此刻，在中国东面的太平洋上，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悄悄变强，而且今天最新的预测出现一个新的变化，沙德尔后期向中国方向移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。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8月20号的上午，河南濮阳范县发生3.7级地震，震源深度24公里。因为范县靠近豫鲁交界，山东部分地区也传出了震感。对河南来说，这几天真的有点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味道。前几天，河南刚刚经历了这一轮全国暴雨中最严重的灾情之一，多地出现严重的内涝，街道变成河流，甚至发生溃堤。暴雨似乎根本没有打算放过河南。20号，周口、罗河、扶沟等地再次遭遇暴雨，再度一片汪洋。更诡异的是，周口一河道里突然出现了大量白花花的死鱼，整片水面看起来触目惊心。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，8月20日11时，在河南濮阳市范县发生3.7级地震，震源深度24千。刚开始的时候是懵的，知道地震就很害怕，还好吧，这个地震它就晃了2下，然后就没什么事了，现在都挺好的。到目前为止，任何情况都没有余震，一切正常。河南发生地震了，刚刚刷到消息，河南老家那边发生了地震。一开始呢，我还不敢相信，咱们河南地处平原，一直觉得发生地震的概率应该是特别小。后来多方面查证，确实是真的。别以为中原平原不会发生地震。今天呢，河南的濮阳发生了3.7级的地震。就在今天上午的11点，河南的濮阳范县发生了3.7级的地震，山东、河北多地都出现了震感。
呦，看这个鱼大不大？鱼王，大过鱼了啊！对，看这个胳膊，这胳膊还长呢，你翘腿是一样的。看不见，看不见。这边都是全部都是撒网的，全部都是撒网的。对，都在这边，都在这边。走走打打，走走打打。洛阳出动，洛阳太远了，但不值当啊！不要来，不要来。路上一定要来啊！路上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这边也是注意安全，这人太多了，整个周口的都来了。没人买，有人逮就是有人买，但是建议大家一定是不要吃的啊！太多了，不要吃的，不要吃的。昨天凌晨1点，周口大闸这边全部都是捞鱼的，看着真替大家捏把汗。先不说这鱼能不能吃，洪水裹着农药，污水、动物尸体，鱼体内早就富集了病菌和重金属，高温煮都杀不死，吃了轻则上吐下泻，重则中毒进医院。更危险的是大闸的水情，沙银河这2天刚过洪峰，水下全是暗流漩涡，还有被冲松的暗坡，踩上去说塌就塌。去年就有人在这落水，还好钓友们合力给救了上来。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堵住了，不让大家过了啊，不让大家过了。庄稼没救了，别说吃肉了，就剩几个包谷豆了。投资1000多变成小湖泊，离离地打打药，弄得啥球也不落，只听青蛙在唱歌。河南这几天真的像在跟暴雨打一场没有结束的拉锯战，但是河南并不是唯一一个被暴雨缠住的地方。我们把镜头往东一转，浙江温州苍南同样被暴雨盯上。8月20号，苍南持续遭遇强降雨，部分乡镇道路已经出现积水内涝。雨到底有多大？当地直接宣布城乡公交全部路线临时停运。南宋镇累计雨量155.2毫米，繁山镇129.4毫米，赤溪镇121.5毫米，繁山华岭头站点直接冲到187毫米，小时雨强最高达到88.3毫米。什么概念？1个小时之内接近90毫米的雨砸下来，属于极端短时大暴雨。就是这种雨来得特别急，属于典型对流暴雨，隔一座山天气就完全不一样。有的乡镇狂风暴雨，隔壁乡镇可能就只是飘点小雨。繁山、南宋、赤溪、金乡、大余这些乡镇是这次降雨的重灾区，山区沿海全部中招。网上已经传出不少现场画面，部分路段出现积水，山区道路要格外小心。苍南多山地，这种短时特大暴雨，最怕的不是单纯下雨，而是次生灾害。小流域山洪、山体滑坡、泥石流的风险现在非常高，山边河谷地带风险最大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虽然白天雨势有所回落，预警等级下调，但是注意，今晚到夜里，苍南依旧还有分散短时暴雨，小时雨强依旧可以冲到50-60毫米，强对流云团还在来回打转，雨说下就下，没有稳定消停的时候。提醒苍南以及周边龙岗、平阳南部的朋友，晚上不要往山区低洼处跑，住在山脚下、边坡附近的多留意屋后山体有没有掉土渗水。开车遇到积水路段，不要强行涉水通过。刷到这条视频的，如果有苍南本地的朋友，可以评论区说说你那边现在雨势怎么样，也转发提醒身边家人注意安全。天气变化很快，一切以当地气象台和应急部门的实时通知为准。哦，你看电站没了，电站了。这个，注意按呀，把关键。
那从来没发生过。啊？你看老龙王是不是睡着了？忘了关房门了，我吓大了！我去，拍个抖音，来汇报一下。对，越久味道重。胜利路一直没坐过，常州南路的水来报道。都出来玩水呀！雨还没有停，灾情也还在发展，而后面还有一个更让人担心的消息。广告之后，我们接着来看。来自美国的陈女士反馈，吃完玄宝黑参原参后，睡眠深沉，白天体力也变好。我们的节目由普瑞堂赞助，普瑞堂目前有玄宝黑参原参、玄宝黑参口服液、植物鱼油、美人皂等产品。现在购买普瑞堂商品满500美元，即可获赠9针9铺纯手工古法制成的玄宝黑参原参1根，多买多送。单笔满3000美元，再加赠1颗特级原参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评论区链接订购，并输入优惠码 RMB888，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好了，广告之后，我们再回到今天最值得关注的地方。因为在中国东面的大海上，沙德尔这个家伙正在悄悄变强。现在的沙德尔离东海还有3000公里左右，看起来远得很。但是这个家伙真正危险的地方，不是他现在在哪里，而是他26号之后会往哪里走。和19号相比，目前多种预报路径正在出现分歧。有的路径认为他可能逐渐北上，转向日本、韩国方向，但有气象机构研判，沙德尔登陆中国的几率为50%，甚至75%。沙德尔路径彻底炒翻了，3条路径来回横跳，3条路天壤之别。如果副热带高压强势，台风登陆浙闽后一路北上，影响华东沿海；如果冷空气太强，副高被彻底切断，台风就不登陆，直接在近海急转北上，奔向韩国、日本。如果副高和冷空气僵持，台风就会先登陆台湾、福建，然后向西南横扫。更要命的是，沙德尔前进海域海温高，风切变小，21日后强度将不断升级，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。目前形势高度不确定，25号以后才逐渐明朗。浙江、上海的朋友，这下真得留意了。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昨天上午11点正式生成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，看着不起眼，对吧？但它可能是今年最会演戏的台风。它身在美国关岛东南，正好是太平洋海温最高的区域，海温30度往上，比当时白海豚出生时的环境还肥。中央气象台说未来5天无影响，但这话当时白海豚来的时候也说过。结果后来怎么样？大家都看到了，沙德尔未来5天一路向北偏西，正好走台风增强的黄金路线，强度可能3级跳，从热带风暴直接干到强台风，超强台风也不是没可能。最要命的是，它到琉球以东时，副高恰好进入减弱周期，只要副高稍微一让，它就能直角拐弯，直插浙江、上海。如果真拐过来，浙江、上海3天雨量可能破历史同期记录，整个城市被泡在水里。沙德尔现在还在远海，但它到琉球以东那个节点，就是决定浙江、上海命运的十字路口。沙德尔现在的出生环境比白海豚还要肥，海温更高，暖水更厚，这意味着它的上限可能比白海豚高，但它会不会达到那个上限，关键看未来3天的路径和增强速度。咱们不能光看它现在8级就轻视它，台风这玩意儿最擅长的就是扮猪吃老虎，尤其今年副高位置异常，海温整体偏高，台风生成后增强速度普遍偏快。沙德尔不是个例，是今年这个异常气候背景下的又一个危险信号。更麻烦的是，沙德尔这个家伙比白海豚更难惹。目前海温较高，风切变较小，环境有利于沙德尔进一步增强。21号以后，它可能持续加强，最强甚至可能达到超强台风级。什么概念呢？就是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可能达到17级，最大风速接近每秒60米。
如果真的在华东登陆，那将会给浙江、福建、上海带来灭顶之灾。当然，现在距离26号还有几天，沙德尔到底往哪里走，目前仍然存在很大的变数，但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，因为对比昨天，今天的剧情已经变了。昨天还是沙德尔会不会来，今天已经变成沙德尔向中国方向转身的可能性正在增加。哲敏户的朋友，这几天一定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报。沙德尔到底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盯上中国的大麻烦？我们将持续关注，并带来最新消息。这里是热点最前线，我是小坤，我们下期再见。